啊，终于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。然而从这件事儿，我们才得知我的2个孩子是印第安土著。大胖媳妇这不是时隔36年，最近终于找到他亲爸了吗？前几天呢，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人的联系方式，加了好友。当加完好友，第一次打开对话框可以对话的时候，我见证这个历史时刻，我无比激动啊！这半辈子失联的父子第一次对话。然而对话的这个内容的确是让我没有想到的。大胖媳妇还啥都没说呢，他爸就已经知道这是他儿子了。我就看在对话框里打出了一行字儿 ：My son, how are you？ 哎妈，当时我心提到嗓子眼儿，我寻思，哎妈，这时候是该说啥呢？结果人大胖媳妇啥也没想。I'm fine, thank you。我说完事儿了。他说啊，对 ，and you。我说这整老半天，2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失联父子再相逢，众里寻他千百回，蓦然回首，也不过是李雷与韩梅梅。对方也说 I'm fine too, thank you。对话就截止了，没了。我就以为完事儿了，结果过了10分钟，哗嚓来了这么老长3000字的信，内容很炸裂呀，就当初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离开温迪，那内容可以说是相当戏剧化，就是可以直接写电视剧。但是重点是 Jamie 的亲生父亲写了好几页纸，没有一个标点符号，而且英文表达非常的不流畅。大胖媳妇把整个信读完，非常震惊的告诉我，老婆，我才知道我爸是印第安土著，而我理论上也是个土著。我以前都不太了解这个历史知识，就大胖媳妇她亲爸这个血统非常特殊。加拿大大多数的白人是像温迪这种血统，就是父母是英格兰人、苏格兰人，从欧洲移民过来的。而大胖媳妇的亲生父亲，他不是一个欧洲移民过来的白人，他是一个北美本土的印第安土著。所以说，大胖媳妇的血统和我家2个孩子的血统跟你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一直就觉得张大铁这个孩子有一点土气，我没有想到他其实是个土著，是个土著。反正总而言之，看完这个信呢，温迪和当年这个土著爸爸爱的深，恨的深。但是温迪的妈妈看不上大胖媳妇亲爸，这个妈妈她种族歧视，设计了很多圈套。最后呢，温迪和大胖媳妇亲爸就像牛郎和织女一样，被隔在了加拿大的最东边和最西边。而今年的七夕，我们的织女温迪会在中国度过，甚至有可能跟我们一起去加拿大找她的前夫。我先送她一套薇诺娜七夕礼盒，里面有薇诺娜家的王牌特护霜，从源头修复敏感，快速舒缓肌肤敏感不适，效果好，适合全年龄段。七夕送爱的人，浪漫又贴心。但张大铁对于他是土著这个事儿好像有点接受不了，导致孩子半夜1点多梦游了。爸，妈妈是也是也是，我是土著的人呀。那我们不是猪啊。对，我们不土啊，我们不土啊。是家伙。我不是土著，我是土著。他让我叩头。为什么非得让他叩头呢？就是在我迎娶我大胖媳妇的前夜呢，他把他丈母娘给惹毛了。咋回事呢？我妈给俺俩准备了个新房，精心收拾的。虽然俺俩实际上也不住，那就是一份心意呗。结果结婚头2天，我妈把俺俩带到那新房去了，想给俺俩一个惊喜。到那儿一看着房，我老公就愤懑了，给我的呀。我说给孩子的，这不瞅你跨国相证，就指着你给俺家生大胖小子呢。然后我呢就陪我妈去整什么钥匙扣、物业手续去了。我妈说你让这面留新房，打扫打扫，收拾收拾。然后呢，我老公就被一个人留在了新房，他就属于小鬼当家呗，就开始惹祸了。1个小时之后，我跟我妈回来，整个新房全变样了，所有的遥控器套全摘了，所有的罩类，比如沙发、空调、冰箱罩全薅下来了，所有的扇布类，比如桌子上的桌布，像枕边子似的桌布，全扯下来了。我妈就问我遥控器套呢？我大胖媳妇那阵汉语比现在好，能沟通。我扔了，你太喜欢塑料袋，遥控器不需要塑料袋。我妈说那我桌布呢？我大胖媳妇不会发支的音，她只会发吃。多么好的戳子，多么好的木头，一个布没有了，为什么？你要好的布，你不用好的戳子；你有好的戳子，你不让我看，不让你看，不让铁岭看，为什么？然后我妈问那我冰箱罩呢？我大胖媳妇说没有了。我妈说你赶紧给我放回来，我怕落灰。我大胖媳妇问我她怕啥？我说怕灰 dust。然后我大胖媳妇说的老有道理了啊。你做饺子，你吃，然后你放你的桌子，然后一个天还有一个夜，第2天你还要吃，你不怕灰，你不用塑料袋，你不用冰箱，你不怕灰，但是你的冰箱你怕灰，我喊。然后我妈就生气了嘛，我让她收拾屋，没让她捣乱。你现在让我给我擦地。我大胖媳妇说我擦了，没有灰，你的饺子有灰，你没有塑料袋。我妈说我这么好的地你用拖布给我擦，你得跪地上用抹布擦。完我就跟我大胖媳妇说，我说我们的妈妈对这个劳动成果都有一种人定胜天的执念，就是衣服要干净必须手搓，地面要干净必须跪擦。我就赶紧去接了一盆水，我说你别让我妈生气，你赶紧就跪下。我大胖媳妇这一盆水接过来说，她上次让我跪下是拜你姥爷，但是我上次端的是酒，
然后往前撒的嘛。咋的？你姥爷戒酒了？我说如果你要还想结婚，你就赶紧跪地上擦吧。我大胖媳妇就一边跪地上擦地，一边用手机搁那查词典自己给自己翻译，一边问我妈为什么口头擦地不 dirty 了，继续擦更多的 dirty， 所以最后是 dirty 的循环。那时候家里要是有个必胜神奇的洗地机，不就不用又扣头又跪地的了？既可吸又可拖，哪个地方想拖，吸尘的同时就喷水拖地了，干湿垃圾、地毯、地板都没问题。高速滚刷5倍清洁力，这滚刷的设计真特别贴心，不贴地，所以大颗粒的垃圾也能一下吸进来，就像那个滚筒洗衣机，就全给你甩进污水桶。有了它，大胖媳妇以及任何媳妇拖地再也不用扣头了，站着单手就可以拖，省时又省力。最重要的，它可以一键自清洁，不用手洗拖布，不会把手搞脏，也不怕拖布清洗不干净，常年积累馊吧了，并且轻松解决了所谓 dirty 循环的问题。总之吧，我推荐这个必胜洗地机，因为生活本来就很琐碎，咱们能做的就是提高处理琐碎的效率，然后省下来点时间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。哎呀妈，就怪张拿铁这孩子，你说他看着不错，他偷摸惹了个大祸，导致我同事差点告大胖媳妇性骚扰。这不眼看到3·8妇女节了吗？我寻思今年我要带我这些同事们出去玩玩，最后选中了普吉岛。大胖媳妇刚开始表现得非常好，还给我提建议说，第一点哈，就最好分开玩，让他们少见，没有人跟老板在一起能玩好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别整晚宴，尤其是别整那个公司晚宴上的老板讲话，你的理想、你的规划跟人家也没有关系，人家要去普吉岛，不是去普及你，普及你。然后呢，他还给我们每个同事准备个小礼物，放在了信封里。然后惊吓就发生，我们有一个同事叫蛋蛋，蛋蛋回家打开大胖媳妇给他的信封，居然是这样，那是一张不是我给他们订的酒店，而是隔壁酒店的浪漫情侣套房预订，上面是摆的天鹅和满床的玫瑰花，还有心，然后背面是大胖媳妇手签，意思是我们俩需要一些私密的空间，你愿意把他们都丢下，偷偷跟我去这里吗？只有我和你，只有我和你。这里边最吓人的点是啥呢？他们是10号去泰国，我因为有工作，我12号才去，有2天我不在那儿，所以这样蛋蛋就更害怕了。然后晚上蛋蛋想来想去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给我发微信了，说姐，我收到了姐夫的信封，你知道是啥吗？那我是知道的呀，因为大胖媳妇当时订的时候，那是我花的钱呢。我们给每个人订的都是一个泰式足疗按摩呀，而且当时那个门票吧，它还真有点贵，我都有点心疼，所以我就以为蛋蛋要表达的是姐夫有点太破费了，所以我就给人回的，我说我知道啊，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呗。我说俺家这点事儿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姐夫他不管说啥，那背后不都是我的意思吗？给蛋蛋吓完了，小姑娘差点都不干了。好在第2天俺俩见面，当面聊了一下，误会解除了。大胖媳妇说，她偷偷给俺俩订了一个情侣浪漫大床房，带花瓣的什么的，但是她不明白为啥蛋蛋收到了这个，因为她记得非常清楚，她还检查过谁的信封里都有啥。那么这个事儿她到底是谁干的呢？蛋蛋如释重负说，哎呀，不管谁干的，就不是给我的就行。哎呀妈，我本来就绝望了，我以为连姐夫这样的男的都靠不住。我说其实我也吓一跳，感觉啥都靠不住，所以女人还是要心疼自己。今年妇女节送自己一瓶欧莱雅黑精华第4代，它采用欧莱雅仿生抗老科技，更加修复抗老，给肌肤补充能量，帮我养成蓬弹上镜脸，让镜头里的我和镜子里一样好看。最后这个破案过程倒是很简单，就是调人家监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大胖媳妇当时拿着那个浪漫大床房的预定，就是给我的那张纸的时候，告诉张拿铁说这个是最贵的，这是麻了的，这是更好，这是很贵。这是我的看到。你好，妈妈，凯莉。张拿铁把最贵的给拿出来了，放进了蛋蛋的信封里边，把给蛋蛋的按摩券转放给了他的母亲，这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？这是我干的好事。你把该给妈妈东西给换了，你告诉妈你为啥要这么做呀？因为爸爸说这个是最贵的。那为啥给我呀？把这个给你呀。为啥呀？因为我喜欢你呀。喜欢吗？